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周一应约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通电话。美国国务院周二也证实了这次通话。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政府完成对朝政策评估之后，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首次与中国同行举行电话会谈，也是两国特使就任以来的首次沟通。然而，美国一面寻求与中国合作，一面却仍在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竟然妄称在中国境内发现所谓导弹发射井，结果接连被专家和网友打脸。来看看报道。在通话中，刘晓明阐述中方对半岛问题的立场和对美对朝政策审议结果的看法，强调应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推进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进程。美方应重视解决朝方正当合理关切，支持朝韩和解合作。金盛表示，美方致力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半岛问题，希望尽快与朝恢复对话接触，支持朝韩改善关系。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政府完成对朝政策评估后，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首次与中国同行举行电话会谈，也是两国特使就任以来的首次沟通。自2019年朝美河内峰会破裂后，无核化谈判一直陷入僵局。根据美国4月底公布的对朝政策评估，美方的政策目标仍然是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以寻求以务实方式对朝展开外交，但未提及具体行动安排。在此之后，美方频频释放愿意与朝鲜接触的信号，并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然而，对于美方随时随地无条件对话的提议，朝鲜始终无动于衷。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重申，拜登政府仍在等待朝鲜做出积极回应。有分析称，美国朝鲜事务特使此次与中国朝鲜事务特使通话，既是一种外交次序安排，即先与盟国韩日就朝鲜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再与朝核问题其他相关方接触，更是一种预措后的求助。在几番喊话朝鲜对话无果之后，美国试图寻求中国的帮助。外交观察人士认为，这加大了要求北京在处理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呼声。在帮助打破僵局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朝鲜已经对美国失去了信心朝核这个谈判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僵局，而中国呢，应该说它是从这个地区的稳定出发，与各方保持了一种良好的一种关系我们的主张呢受到各方的认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在朝核的问题上发挥一个非常积极而重要的这种作用，所以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向中国发出了这样一种信号或者说一种邀请那么从这一点上呢，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的解决朝核问题，是绕不开中国的。值得一提的是，外界还注意到，此次中美朝鲜事务特使通话的时机，正值中朝两国展开最新一轮密切互动。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来贺电。在祝贺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的同时，金正恩表示要将朝中关系提升到新的战略水平。而即将到来的7月11日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对此表示，该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在韩国时报看来，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进一步受到关注，而美国新闻周刊还指出，和前任特朗普及其他总统一样，拜登也一直寻求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就朝核僵局达成解决方案。中美两国的朝鲜事务代表近日通电话，也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您对此如何看？如果说导弹发射井是核不扩散领域的伪问题，那么半岛核不扩散就是包括中美在内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而且呢，中美均具有重大安全利益的争议体，一定程度上也是迫切的议题。众所周知，半岛问题的核心是美朝敌对，而这两个国家呢，现在都出现了新情况、新态势。美方实现了权力更迭，而朝鲜方面也因为疫情封禁的原因，国内面对着相当程度的经济压力。联合国甚至预测该国今年可能会面对60万吨的粮食缺口。所以美朝两国现在呢都有打破现状的诉求与压力。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上月刚刚访问了韩国，意图打破和谈僵局。此时呢，与中国特使刘晓明通话，显然也是在寻求中方的协助。我们也知道，刘晓明特使他是重量级的外交官，此前呢在就任
中国驻英大使时呢，就以言辞直率犀利著称。相信呢，在与美国特使通话时，刘特使呢一定会再度重申中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严正立场。需要强调，无论是半岛核问题或者气候变化、国际抗疫等等诸多重大国际的紧迫议程，那么这些都是中美可以展开实质合作的领域。但是呢，类似假导弹发射井这样的规模化的存在，显然无助中美展开合作。那么以坎贝尔他的最新政策演说为例，他虽然声言美方无意打新冷战，但是呢，他又在发言中强调，拜登今年将会召开线下版的印太4国峰会，那么这是印太战略的再度升级。我们也知道，就在上周，王毅国委在和平论坛上就曾发出明确的警告，印太战略制造国际分歧混乱，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美高官在政策议题上的这样一种罕见对立，也是呢中美关系紧张现状的一种直接的投射。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